盛淮南穿咱们这身校服啊，可好看了。哎，你没看今天王主任那表情，坐过山车呀，简直太经典了。盛淮南挺厉害的，但切回主题，要换其他人啊，早就被纠正下台。那倒是。哎，说人人的振华新学霸，学霸哈喽。大爷，绳子得再紧一下。没事。得系紧点。我再推你一马。好，真好，你真好。没事。慢点啊。哥，洛洛，我已经带姑姑看过医生了，但是有几项数值有一些高。但是你放心，医生说问题不大，下个月我再带姑姑去复查一下。谢谢哥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高中同学，他叫丁水静，他跟我说他要回振华重考了。他的个性是属于那种比较不按牌理出牌的，所以哥，到时候麻烦你多照顾他一些，别让他出什么乱子。嗯，我知道了。那先这样，拜。拜拜。嘿，水静，哎，这个玩笑开大了吧？这是衬衣，不是画布。别忙活，别忙活啦，有性笔画的，擦不掉。你先回家吧，我马上走了。在我心里，你的画是无价的，你的感情也是无价的。我希望，在你心里也是。我走了。
时间到！我们老板是4大校友，听说我们蝉联辩论赛冠军，开心的买了好多零食说要请客呢。快，这么好啊！哎，咱桌子呢？哎，我们把桌子举起来。你干啥呢？画画呢。你看啊，这个极客 app 里面有一个一画换一画的功能，就是我画完了之后可以跟好友互换，好玩。你也可以下一个。哦，是挺有意思的。那我也下一个，在我打工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玩了。你说打工啊，你太拼了。我觉得大学4年的时间这么宝贵，我都挺觉得可惜。我是读历史系的，很多师兄师姐都说一毕业就会失业。趁我现在还是学生身份，人家愿意给我机会，然后我可以积累一点经验，多好呀！可是找工作这种事儿，你等到临近毕业的时候再想也来得及啊。现在不就是应该好好的玩，好好的享受世界吗？所以你天天就把自己关在那个龟壳里，尽情的在享受世界。Yeah。Guten Tag, Dank, auf Wiedersehen。你说啥呢？你猜？是德语的你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厉害，这是我德国网友教我的。我们还约好了要一起去看汉诺威数字科技博览会呢。这么厉害？不过呢，就是在这个方面呢，我是非常赞同你的。人生难得，青春无悔，恋爱一回，这是我江百丽的人生座右铭。不过呢，我确实觉得大学的时候应该先积累工作经验，然后增加见闻。哎，对了，若芷，今天戈壁跟我说你去辩论赛了，说你坐在高冷的叶展颜和可怕的志文瑞中间，是不是真的？妈呀！哎，洛芷，那你们近距离看大神打辩论赛，是不是很过瘾啊？是挺精彩的，不过辩论赛呢，其实也就是看谁的条理清晰、逻辑缜密，谁的心理素质够强大，能够坚持己方观点，不被对方情绪所影响，就赢了。我以前真的只觉得盛淮南这个人吧，个子高，长得帅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他就是完美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你呢崇拜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太入迷哦。因为盛淮南大神是我们洛芷的哦。女人守则好像还有一条，那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最好专心品尝美食，不要说话。我家的。来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，来。阿姨，我要2份炒面，可乐鸡翅。然后水笋煮肉，还有一个火爆大头菜。哎，好的，等一下啊。你一个人吃那么多干嘛？哎呀，这是戈壁爱吃的，我帮他点。戈壁，我在30堂给你点了最喜欢吃的菜，等你来哦。那你们吃吧，我还要去先准备家教教材，先走了。好吧，拜拜，拜。你先吃吧，我有事儿没在学校。小半，我跟你讲啊，有句话呢，师哥必须提醒你一声，长得再好看也不能跟戈壁学。这天天打着这讨论活动旗号，在这学生会里大吃大喝，实在是太过分。我记得他女朋友不是江百丽吗？他怎么也不管管？八成要闹分手了吧？再说了，还管得了？就是。不是管不了，是我不乐意管，懂吗？尴尬了。别哭了，已经超过10分钟了。是谁说，女人最重要的是要懂得适当的柔弱和适当的坚强，要懂得见好就收，不要做出被人鄙视的举动。我难受，今天我要演长时间。我只是提醒你要把握尺度，别被鄙视，要不然你干脆更新一下你的女人准则，反正你也从来没实践过。谁说我没有实践过的？我。好啦，我哪次不是哭了是为什么？好了。
江板里有很多女人准则，10分钟这种小规矩只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和塔罗牌一起指导着江板丽的人生。这个世界有多甜，见过平凡的少年，借你的笑眼，地球转一圈，好把一辈子晕眩。别偷听我的心愿，我想它已经灵验。等无边的黑夜输给地平线，见证孤单的终点。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年，将未完的语言都实现，锁在日记手写的思念。你发作狂奔，赶来拥抱我的长街。我不管他们说多少至理名言，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志愿，就用这青春的手掩散永远的夜。我明白总有些遗憾无法幸免，只求这场告白不算谎言。感谢你说你还乐意去解开一切悬念。我不管他们说什么天高路远，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志愿，就让各自去蓝天，悲伤送给诗篇。我明白总有些遗憾只能亏欠，但求这段旅途中将喜悦。感谢你说你还乐意去陪我抵达明天。滴答滴答，你百看不厌。帮你留了位子，别迟到太久。快到了。怎么了？你一小子来上课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比赛都比完了，当然要回来上课了。啊，那我坐哪儿啊？我的位子给你。那儿有个位子。谢谢你啊，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。那我够脚了，让一让。好好学习啊。要不我跟他换个位子？位子是大家的，又没有写名字，谁坐都可以。那个，那个老师上次讲哪了？因为上次有带我的笔记，没看吗？上到这里。
说到这个盗窃罪啊，它是最古老的财产侵犯罪，几乎它的历史几乎和这个私有制的形成是一致的。私有制一旦形成，整个物品归到个人所有，那么这个盗窃罪也就形成了。那么咱还是讲这个自然孳息的问题。刚才我举了一个桃树和蜜桃的关系，那么说白了，蜜桃是桃树的自然孳息，那么它完全可以和蜜桃分离，但是呢，蜜桃也可以成为被盗窃的这个对象。那么说白了，我给大家画一图就明白了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假如说主人养一树，人开的特别茂密，那么这树上结一个桃子，那你说这种的树干什么？我就是想吃点桃子，很短的桃子，道理也很简单，大概大家也都能明白。但是一说到这个桃子，真的小的时候。历届学生大使的交流视频都在这儿了，王主任让我们先看看。根本不存在。有的时候就觉得小时候过得特别辛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那个我和弟弟还都要上学，家里养着，然后省吃俭用。后来我想啊，我们家是种桃子，这桃子一产出来我俩就吃，一产出来我俩就吃，还抢着吃。那你说那日子能好吗？扯远了，但是啊，这玉露桃大家要想吃，街边有卖，可以自己去买尝尝啊。咱们话归回来，咱们还是接着讲这个盗窃罪。大家翻开书本，左下角这个盗窃罪的概念。盗窃罪是指什么呢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秘密窃取公司财物，数额较大，或者多次盗窃，入室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公司财产。大家注意一下啊，把这个数额较大和多次盗窃、入室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公司财物，这几个关键词要画上。期末的时候可能有选择。他们几个各自也有各自的，大家回头看一下啊。那么这个作为盗窃对象的财物呢，不仅是有体物，其中也包括无体物，比如说什么电力啊、煤气啊、天然气等。就大家可能听说过很多新闻，就是收电的、收电器的、收电的特别多啊。然后这些无体物也都是具有经济价值的特殊产品。盗用电力、煤气、天然气等无体物，给所有人造成的这种损失，盗窃的有体没有体。说白了，这个你有没有体，就是是不是电呐，你还是偷人家一根笔呀，它都是偷。说白了，这个偷的性质在，就跟它这个物件的外在结构和形状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关系。那么
信电密码资源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。那么可能很多人，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动画片，叫《岁月的童话》？迪士尼的？不是，它里面有一段情节是这样的。上次在这儿的也是你吗？啊，我是说，谢谢你给我推荐的《岁月童话》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那么可能很多年前呢，涉及不到这个，当时科技也没有现在这样发达。根据刑法典的第265条规定，以牟利为目的，盗接他人通讯线路。隔壁，隔壁。我就知道你小子没好好拍照啊！看看你拍的都是什么，有没有把咱们的辩手放在眼里啊？师兄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观众的反应才是对活动最真实生动的记录。你光看这观众的表情你就知道了，咱活动办的有多么成功。可成功了。哎，我这儿有个年底校友分享会的名单，你帮我看看。我想请从咱们师大毕业的那个陈氏集团的陈总来参加，但是呢，我给他的秘书打电话，秘书说他现在在南非开设新公司呢，过不来。哎呀，但是我又打听到陈总还有个女儿叫陈默涵，跟你之前是一个高中的，不可能不认识吧？陈默涵现在可是海大的风云人物，要是请不来陈总，能把他的女儿请来，也不错。来了分享分享自己父亲的成功经历，还有一些小趣闻什么的。至少这样，老师那边我就有交代了啊。哎呀，陈默涵现在可是女神级别的人物，这么重要的机会，我相信师弟一定把握得住。就凭你的实力，绝对没问题啊！那师弟费心了。你怎么那么慢啊？你不是说你感冒吗？我特意找的没冰的，找了一会儿。可是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不喜欢这个牌子。啊，那我再去选一些你爱喝的，然后再买点零食。不要了，今天我就喝这个吧。其实这个牌子也还不错。你不愿意喝还硬咽下去，太没客气了。你怎么对我总是这么百依百顺呢？因为爱呀，因为是喜欢的人给我买的，所以怎么样我都觉得可以。如果是不喜欢的人，我早就把这个汽水浇到他头上了。谁给你发那么多条信息啊？学生会年底要办校友分享会了，永乐师兄让我当公关和协办人，负责邀请企业界的校友来参加。这是我第一次做这辈子，不能搞砸。对哦，听说校友分享会就等于是就业面试大会，有很多快要毕业的学长学姐都会来参加，希望能够得到企业主校友的青睐，这样就可以找到好工作了。难得近水楼台，你帮我和若芷也弄2张邀请函吧，让我们2个可以提早体验一下竞争激烈的社会现实。行啊，
那我回头给你弄2张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校友分享会是不是得穿的好看一点啊？我是不是还得去弄个头发？哦，你看我这双鞋也穿了挺久的了，要不你再陪我去买双鞋？行，但就是这几天吧，学生会特别忙，要不然你找闺蜜一块儿去吧，刷我的卡，别客气。你怎么那么好？隔壁，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？你要是有什么，你就爽快说吧，你别先给我发了糖，然后又打我的脸。都说了，百丽，我们分手吧。这次又是怎么了？是上次那个外文系的小师妹吗？还是那个陪你去外派的法律系的那个？他们又怎么勾搭你了？都不是，那个人你也认识。是他。这次校友分享会的邀请函我会亲自送到他手上。我想好好面对自己的感情，不想再逃避了。百丽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什么都顺着我，就连那个时候天天埋在女孩堆里，也只有你愿意站在我身边。但是你知道，陈梦涵是我的心魔。我以为你早就有心理准备了。我很想跟你说我不喜欢什么东西，因为只要是你喜欢的，你买给我的，我都会说好。但是我今天真的忍不了了，这个汽水它又容易没气，香精味又重，真的是难喝死了。我还要跟淮南去商量校友分享会的细节，你先回宿舍吧，别着凉了。也请你冷静一点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我真的不能放弃。你要见谁我不管，但至少在校友分享会之前，我都还是你的女朋友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同学们，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就咱们这次的期末大作业大概有2个选题，我先跟大家交代一下。第一个选题呢，就是结合我们这一学期所学的法学知识，然后来谈一谈跟你们自己的这个专业有什么之间的联系。那么第2个选题呢，就是也是结合我们这一学期所学的，谈一谈你对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一些看法。就大概这2个选题，我希望大家提前准备一下。啊，那这堂课先到这儿，下课。我有问题要问教授，你们先走吧。可以呀，老邵，坐着吃饭吗？你这请假请这么久，一回来就直奔主题啊？哎，2个节课太阳累不累啊？脖子酸不酸？腰痛不痛啊？今天晚上还能打球吗？啊？能啊，这么厉害呢？敢不敢约？我帮你。哎，罗晨，过来。今天中午一块吃饭吧，老盛请客。
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没事的。你的邀请是我们重拾友谊的开始吗？还是你只是应和明瑞的话，随口邀约？最近一直忙着准备辩论赛，有些信息确实没来得及回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如果真的不方便的话，没事儿。你现在挡着我没法收拾东西，怎么吃饭？这家好，4大情侣们最爱的约会餐厅，咱们也可以去朝圣朝圣。不需要。不需要。呀，这么有默契呢，那就换一家。罗姐，你中午一般喜欢吃什么？哎，老盛，一会儿一起吃饭吧，我有学生会的事找你说。我约了明瑞还有洛枳，要不你跟百丽也一起吧？还是改天吧，你们先忙。啊？你上次吵着要吃那家烤肉店，今天打折，一起去吃。谢谢你们的邀请，我们下次再约吧。不去了。那明瑞，老盛我也带走了，我们有学生会的事要谈，很紧急，下次请你吃饭。你也不吃，自己解决。喂，找个人吃饭没这么难吧？试试吧。雨晴，我们要不要一块去吃冰淇淋啊 ？DQ， 新口味，我请你，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过得好吗？盛淮南应该不吃 DQ 吧？是你想吃。盛淮南的档次怎么说也应该是哈根达斯吧？雨晴啊，你什么时候能学学洛枳啊？吃吃吧，都不吃，我去食堂吃。干杯！还是大口吃冰淇淋最带感了，管他肚子疼不疼，会不会感冒呢？我们先吃冰淇淋，再去吃烤肉，这样我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还是小口一点吃吧。哎，你跟盛淮南怎么样？你跟他坦诚心意了吗？你怎么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呀？没找到好时机，失联了3个星期。看了他的辩论比赛，你刚才看到的，就是我和盛淮南的最新交集。不过呢，确实，从眼光和审美来说，你还是比我好的。起码也是得像盛淮南这种对廉价感情没有兴趣的人，才值得你15年念念不忘。念念不忘是有了，有没有回响，就不知道了。我跟隔壁分手了。走，不吃了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放胆哭了。
刚才是我不知道情况，带你去了人那么多的地方。你现在可以好好的发泄一下，你就当我是空气，这回不限制你时间了。我冰淇淋只吃了1口啊！你哭完，我给你买。但其实说实话吧，这一回要怎么哭，哭多久，我一点想法都没有。戈壁这次是铁了心了，要在学生会年底的校友分享会上把他追回来。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女孩。戈壁他敢，你怎么还能这么淡定啊？那个气势汹汹的江百丽哪里去了？这不是看风景的时候，我帮你出气去。哎，你一个堂堂学霸去找4大花心男生开撕，这传出去得多难听啊！好吧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你哪儿也不用去，就在这陪陪我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迟早会有这么一天。每次我被戈壁气哭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老天干脆早点让那个女孩把戈壁领走算了，不然要我自己放手，肯定下不了狠心。我就没见过哪个女孩把男朋友捧在手心，当老爷子一样伺候着。怕摔了给他扶着，怕冷了给他搓手，怕饿了天天给他送饭送零食。结果不还是一样，还是被当备胎一样一脚踢。但是这些都是我自愿的呀，我看见戈壁开心我就开心，这个过程我是开心的呀。戈壁喜欢的那个女孩叫陈若涵，我说过的吧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有艺术气质的女孩，而如果你看到她拉琴的样子，你肯定也会被她圈粉的。她坐在那儿抱着琴，就好像有一束追光打在她身上一样。我站在她的身边，就只配做她背后的阴影。真的是太好听了，就是荡气回肠。你看我这眼泪都出来了。今天就先这样吧，练的差不多了。好。来，把琴给我吧。不用了，琴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谁都不能碰。205练习室的湿度太高了，影响我琴的音色。下次我来之前，记得先开1个小时除湿。好的，好的。保持湿度是最基本的要求，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，下次我就不来了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下次我们一定会注意的。我
我留个联系方式，下次来之前我会提前1个小时提醒你的，记住了啊。好，谢谢啊，慢走。要不要搭个便车？啊，不了，我就到那边坐公交车就行了。我来吧。来，慕寒，明天我再帮你带早餐吧。你不是喜欢吃市场前面那家小笼包吗？味道是不错，但你家不顺路吧？啊，顺路。啊，还有这个餐盒，我也顺便给你带回家洗了吧。205练习室的湿度太高了，影响我琴的音色。下次我来之前，记得先开1个小时除湿。好的，好的。保持湿度是最基本的要求，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，下次我就不来了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下次我们一定会注意的。我留个联系方式，下次来之前我会提前1个小时提醒你的，记住了啊。好，谢谢啊，慢走。要不要搭个便车？啊，不了，我就到那边坐公交车就行了。我来吧。来，慕寒，明天我再帮你带早餐吧。你不是喜欢吃市场前面那家小笼包吗？味道是不错，但你家不顺路吧？啊，顺路。啊，还有这个餐盒，我也顺便给你带回家洗了吧。小笼包要配上正宗的镇江香醋，弄错了我可不吃哦。不会弄错的。好了，你上车吧。明天见。当时他更像是。哎，你们瞧着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慕寒的保温盒。看路呀！这是我朋友的保温盒，很贵的，一套要几千块，你们赔钱。你说几千块有几千块？赔钱！赔什么钱啊？我没钱，就让你赔！哎呀！等我说睁开眼就睁开。怎么回事啊？招手打死！打他！上山离家老大回。一个人旁观的戏中人，听惯掌声阵阵，对白如水温。2个人，一人一种认真，就算落水无痕，也入木3分。这缘分藏在春雨里生根，默契的转过身，你仍是那个人。同学，谢谢你。先不用谢我，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你和陈风涵是好朋友吗？那太好了，明天早上7点在这等我。你能帮我送早餐给陈某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路上堵车，我来迟了。没事儿。你交代我的任务我都给你完成了。
是莫寒在食堂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是他拉琴的时候偷拍的，然后还有这张，就是偷拍。我家和陈梦涵家是世交，我们是青梅竹马，所以不管他走到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。不过他总是对我爱答不理。上了高中后，我观察莫涵好一阵子了，发现你几乎跟他形影不离。我这次请你来呢，就是想问你几个关于莫涵的问题。你知道莫涵打算考哪些大学？莫涵喜欢什么花啊？莫涵最近在看什么电影啊？哎，你要问我这么多问题，是不是得先讨好我这个红娘啊？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会请你来高档餐厅 What would you like to prefer? Le verbe contre di cookies salad, di discakshi bunganin, di husmakr sufi. Maxi. Thank you, sir. We will send. Maxi. 你好厉害啊！你们说的是法语吗？你会用法语点菜？其实我是为了莫涵才学的法语的。这里是我和莫涵小时候第一次见面的餐厅，那个时候他也点了上雅克扇贝、勃艮第蜗牛，还有舒芙蕾奶酪。10岁的小女孩就会用法语点菜，甚至教你怎么品味红酒，教我怎么对她不上心。10岁的她一边吃着舒芙蕾奶酪，一边还说，这种口感就像2只蝴蝶在夏日的微风中翩翩起舞，真是美极了。这是我和你第一次吃饭，但你却只沉浸在跟另一个女孩的回忆里，彻底无视我的存在。你尝尝这个。嗯。这个。我来吧。尝尝。好吃吧？软软的，这种感觉我第一次吃。吃，别跟我客气。我的暗恋史，就是在童话故事里王子公主的爱情套路毫无抵抗的照单全收。大一那会儿，我为了追戈壁，还结结实实的闹了一出跨校爱情剧，遭到四大和海大全校女生的集体唾弃。哇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昨天不是答应了今天要跟戈壁约会的吗？他都已经在校门口等了快1个小时了。谁答应跟他约会了？啊？不是，昨天你们新生开学典礼的时候，他不是上台给你献花了吗？他跟你告白了呀，你不是也答应了吗？我是觉得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，给他个台阶下，场面话你懂吗？这怎么能是场面话呢？你说的是一句承诺，你说你愿意做戈壁的女朋友，你们学校那么多人全都看到了，还给你们送祝福。而且戈壁特别开心，他回去就跟四大学生会的人都说了。你要是现在反悔，你让戈壁怎么下得了台啊？那凭什么我要给他善后嘛？他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大张旗鼓的跟我表白，那也没替我想一想啊，这典型就是道德绑架嘛。莫涵说的没错啊，敢在我们海大新生典礼上做出这么露骨的告白，也不担心莫涵会不会下不了台。这种缺乏诚意、过分这样的男生，肯定不是什么好货。是啊，我也是为了给他面子，他要演戏，我就陪他演。可是戏演完了，他没有走出来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吗？莫涵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？这怎么就是做戏呢？你说出来的话就要做到，
别玩弄隔壁的感情好不好？既然你这么喜欢戈壁，那我把它让给你好了，这样我也省心了。陈默涵，你凭什么嫌弃戈壁？你知道吗？戈壁为了你从小学习法语，还为了你掏心掏肺，在所不惜。我看你说的场面话不是为了给他一个台阶下，你只是怕拒绝他以后自己被人说闲话吧？你这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你我这是太过分了。我高中的时候还觉得你是一个完美的女孩，我那么喜欢你，崇拜你，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随意践踏别人心意的人，你真是白让他喜欢了那么多年。哎，这不戈壁吗？说曹操，曹操到，戈壁来了也好，这下可把话给听清楚了。戈壁，默涵，别生气。戈壁告白第2天立刻被秒甩的消息，传遍了2边的学校。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他放纵自己，只能跟在他的后面，给他收拾烂摊子。只要戈壁一没回宿舍，我就疯狂在街上、在酒吧一间间的找他，和他的那辆银色奥迪。然后，我会把烂醉如泥的他扛回去。终于找到你了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喝成这样了？啊！没事没事，我们马上就能回去了。来，我带你回去。走。你真的好吃。你靠着我，你靠着我，我在呢。来，走，一步一步慢慢走。你说，如果我现在喝醉了，隔壁会不会像当年我扛他那样，把我也扛回去？毫无悬念和意外，扛你的人会是我。所以你别再喝了，我没把握扛得动你。为了我的身家性命着想，你还是多吃一些，清醒一点吧。哎，对啊，这家烤鱼戈壁也很喜欢吃，我去给他点一份打包吧。哎，不可以啊，这种情况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。没办法了，戒不掉了。哦，上瘾证据，之前戈壁还没有答应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每天就跟发了疯一样的照着3餐跟他表白。早上好，我爱你；中午好，我喜欢你；晚上好，我想你了。你知道他都怎么回吗？怎么回？他要么呢就不回，要么就用千奇百怪的答案来回避问题，什么爱心表情包啊、亲亲表情包，一个都没给我发过。唯一有一次，就是学生会庆功宴之后呢，他有点喝多了，然后他就从后面抱着我，就这样，然后他就把他的下巴放在我的肩膀这儿。当时真的觉得肩膀还有我的心里全部都痒痒的。然后呢？不是都说酒后吐真言吗？
那我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！我就问他：“隔壁，你爱我吗？”得到想要的答案了。他就伸手往窗外一指，他就说：“我们就像沙县小吃和庆丰包子，永远在一起。”我当时真的听完这句话，我的眼泪就直接流下来了。然后我就把头往旁边一撇，不想让他看见。哎，对，你知道隔壁为什么会答应跟我在一起吗？为了和陈梦涵赌气吧。这个答案是不是特别容易猜到？对，那天隔壁突如其来的答应我1008式的骚扰告白，就是因为陈梦涵跟他说了一句：“隔壁，既然你不死心，那不如我们在一起。”那句话真的是把隔壁的自尊都伤透了。然后隔壁转头来就回复了我一个字：好。我的爱情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赌注。江百丽，我确确实实是服你了。如果换作是我，知道对方心里有别人，喜欢的话根本不可能敞开来说的。但是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反正现在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。我就把爱戈壁当做一种仪式，一种习惯，痛多了就能笑了吧。传说中呢，人鱼的眼泪落下来就会变成珍贵的宝石。我真恨你怎么没生成这个无主。你怎么不能说点好听点的？所有称得上安慰性质的，大部分都是废话。那介意呢？你又不会听，听了也不会做。就算我不听，那你也说说嘛。你说嘛。我想说的，就是隔壁跟你说的，分手吧。我不要分手！做了这么多才走到这一步，不走到结局，我绝不甘心，绝不放手！哎，知道啦，甘心也小声一点嘛。我只好说，这个世界上最了解隔壁的女生就是我江百丽。总之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傻瓜，你不也是一样傻吗？好歹我还当过隔壁的正牌女友，你呢？等了他15年，还在等他离你更近一点。如果我让你放弃生欢奶，你能放手吗？百丽说的对，至少她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了回主角，哪怕是苦情戏也好，都比老当观众的我要强多了。我的日记里只有盛淮南一个人的名字，而我在他心里却只是个路人。
上淮南，我好心帮你约洛枳，结果饭还没吃，人全跑光了。老大和老四都跑出去约会了，我一个人吃的是方便面，你知道吗？我太惨了。这么惨啊！我夜宵都给你买好了。这差不多。你别这么看我，我心里发毛。我就是搞不懂你。前几天上早祷课呢，不是请假就是装忙。今天什么情况啊？啊，这么主动，扫落这旁边去了，你这个画风变得难以接受啊。我问你啊，比如说你对一个人特别的上心，然后又把他当成学习的目标，这样的话，你可以跟他做到就是完全的同步还有默契吗？你是说，如果我请许日清去吃高档的餐厅，陪他逛精品购物店，然后研究名牌包的历史，我就能跟他思想同步吗？不可能！我这还没开始，我估计我钱包就已经花完了。提议否决。不是，你跟我同寝室这么久了，算起来比亲兄弟还亲了。你怎么连我想问什么都不知道？哎，你这是在怀疑我们的友谊吗？你再说一次，我好好听，我肯定能理解。算了，不说了。想要默契同步很简单啊。哎，这个，喂，都骑这么慢，滑都比你快。比谁先到啊？哎呦，来呀，来啊！哎，这，早给你留好位置了，来，签个字。现在才来补选，你跟得上？助教，作业我都已经写完了，你觉得呢？这奇葩也来学法导，8成是别有用心的。来，我说一下啊，还没交作业的同学，现在可以交上来，或者下午4点之前把作业发到文教授的邮箱里啊。本次完成作业缴交最快的是洛枳同学。哦，洛枳。哎，哦，这个洛枳同学在吗？在。哦，你就是洛枳啊？你这名字挺有意思啊，但是这个发音确实有点尴尬，这跟你的形象气质完全不相符嘛。哎，如果你需要改名的话，我呢对这个姓名学略懂一二，咱们私下可以交流一下啊，尽管来找我啊。哎呀，洛枳，这人谁啊？隔这么远调戏你，他是不是看上你了？看上我不是挺正常的吗？我这么好的女生。祝家张伟呢，
是学生会大3的师兄，见过几次，私底下风评不怎么样。老尚，这个张伟是不是得罪过你，还是麻烦过你啊？从来都不评价人的你，这开口一次真的是比大熊猫还罕见啊！借过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你擦了，我给你擦了，我给你擦。这老盛和水也太会那个什么，我给你擦，这个碰瓷儿也太假了吧！我给你擦，我给你擦，我给你擦。来，我给你擦。以后出门啊，多备几件衣服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噗又泼一下，噗又泼一下，是吧？哎，你不是有个衣服在？哦，看你要看你呢，真的是。有这么好笑吗？笑了1节课了。看来这泼水的套路是跟定你了。我只是很好奇，你到底还要再被泼多少次才能遇到你的真命天女？好了，小姐姐，不要再嘲笑老盛了，好不好？你说谁想碰到这样的奇葩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准备去趟小超市，一起吧。不了，我还要去图书馆做英语学习字卡，给家教备课用。以你文科学霸这个程度，随便丢2句儿歌得了，那么认真干什么呀？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，对自己也有要求，必须随时让自己的表现担得起这份薪水。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应付了事？道歉。啊？道歉。不用什么事情都要道歉的。这样吧，我罚你替我买薯片。要什么味啊？各要1袋。不，我刚平行时空了吗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没事，带钱。我带钱了，带了就好。那都是你的，看到的人还以为我要开什么薯片趴呢。总你爱吃的口味吧。不是你干什么？你生气不都浪费食物吧？节约空间，这样才能装进包里。啊？谢了。啊，你别谢我，他买。你吃薯片会渴，搭这个吃。谢谢。你请客，见者有份啊。Excuse me？ 惹不起，惹不起，惹不起。你到底几个意思啊？补偿我，讨好我，还只是一时心血来潮。我们到底算什么？你是不是一直在生我的气啊？不能生气吗？你之前在梦幻王国的时候对我态度那么亲密，后来又把我当成陌生人一样，我不可以生气吗？怎么都不回我呀？
你干嘛呢？睡吧，没事。下午我没课，还你上次没吃成的午饭，见个面吧。洛枳，你没发现叶展言最近很亲近吗？听说他最近被几个男孩子追得很紧，暂时没有时间来盯申焕南。可以来说这个啊，就当是我吃到薯片心情好。叶展言怎么也是申焕南的前女友，少了他，你跟我机会都变多了吗？不是？没想到你这么热心，挺可爱的。我会继续盯着申焕南的，你好自为之。4年前的秋天，他在漫天金黄的落叶中朝我走来。但他眼里没有我。我写下一篇又一篇关于他的日记。4年后的同一天，这次他真的看到了我，朝我而来。走吧。展言，咱俩去看电影啊？还是你想听演唱会？我有办法能弄到 VIP 的票。李大为，你给我听好，后天是我主持的读书会，我还没有看完师姐给我指定的参考用书，真没空搭理。哎，展言，我也爱读书啊，你跟我说，我绝对能帮上你。费马大定理怎么证明？笛卡尔的心形线怎么画？阿基米德罗线又长什么模样？数学理论和爱情怎么样才能有关系？你一题都不会，你还想帮我什么呀？哎，我的飞马！哎，别动！哎，你小子有病啊！你推我干什么？李大伟，是你自己倒退走不看路，踩人家数学方程式了，怪不得别人。算你小子命好，展言替你说话。对，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。对不起啊。你美的简直就像笛卡尔的心形线。说实话，你也不太对啊，在大马路上就解题，你有这么着急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叫卓晨，是思明大学数学系2年级的学生。我刚刚走着走着，突然就想到了解题的式子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蹲下写了。我忘记这是在马路上。你是数学系的呀？对啊。那你能帮我说一下这本书里的数学公式跟爱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吗？好啊。比如说，2个人会在什么时间相遇，在什么地方，交往多长时间之后会分手。一起来用。谢谢。谢谢。
我还以为用3根筷子吃饭的绝技，全世界只有我会。百丽看我拿3根筷子吃饭，很不以为然。她说老祖先明明发明2根筷子，准没错，那是千古流传的智慧，双双对对好彩头。用3根多不吉利啊！百丽真的是言情小说看太多，什么话一到她的嘴里啊，都变成罗曼史段子了。你很不喜欢吃肥肉吧？我也是，小的时候啊，我去别人家里做客，有人很热情的帮我夹菜，可是我一边说谢谢，一边又觉得很尴尬，因为菜里有肥肉，可是我又不爱吃，于是我就偷偷的把肥肉全部都放在板凳的横当面上，整个横当面全都被我摆满了，肥肉整整齐齐排成了一队。我小时候也是这样，那后来被发现的话，很糗吧？哎，河南，每次看到你这操作，还真是挺风骚啊！你这3根筷子是怎么弄的？小时候呢，我爷爷看我吃饭不够专心，眼睛老往电视上瞟，就训练我，逼我用3根筷子来吃饭。刚开始我是1口饭都吃不到，后来饿了几顿呢，饿怕了，自然而然就学会了。这也算是一种求生本能吧。你吃肥肉吗？我不爱吃。哎，我最喜欢吃肥肉了，给我吧，我来帮你吃。小时候我妈跟我家里阿姨觉得我瘦，所以天天给我做肥肉，让我天天吃，我都快给吃吐了。后来呢，我就把这个肥肉放在椅子的这个横当上面，然后就被阿姨发现了。我就说，阿姨你切的真好，切的真整齐，每一条都是一样大，跟这个横档一样宽。上次是我出神，这次换成你，没必要这么记仇吧？那你现在还会把肥肉挑出来吗？我又不是小孩了，没有人会帮我夹肥肉的，哪需要费那个心思？知道吗？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独一无二的，总会有人跟你心意相近，甚至一模一样，只是要看你有没有遇见而已。所以你是在点醒我，我并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美好，这么独一无二。别担心，泼水的套路是专属你的独一无二，别人想学也学不来。你就别拿这笑我了，你是真的不知道，湿着身上课真的挺难受的。也是，这件事啊，别人确实无法感同身受。那你想不想也感同身受一下？其实，你一直让我想起一个人。一个小时候我在亲戚婚礼上遇到的小女孩。这个事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几个大孩子欺负我，
有一个小女孩挺身而出。欺负他！你推我干嘛？你推我啊！咬我干嘛去？不过这个事情过去很久了，很多我都忘了，我甚至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。不过我好像对他说过一句话，我说，我对他说。我想不起来了。不过我好像对他说过一句话，我说，我对他说，我说，我想不起来了。那后来呢？梦的开始，时间就盖上没有后来了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只不过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念想，永远留在我心里。又淋湿过谁的眼里，何时你写下了多少明天？真浪漫啊！我在心中不停问，正因为没有后来，所以才更完美吧，更让人念念不忘。眼泪一时沉不住气，成为了蓝色的惊喜。青春是场婚礼的序曲，总有人为一点遗憾而着迷，努力在最高的天空藏好了云，你怎么了？每次坠落只为你。我没有，我那个眼睛突然有点太酸了。对，总之，今天谢谢你请客。别客气，这都是之前欠你的，吃吧。好。能否别让它随风而去？青春是交换的伴手礼，伤过心才能说出坚定话语。生
可惜高中的时候我们不认识，不然我也觉得可惜。我也觉得可惜，这是我今天说的唯一一句真话。我没办法像你一样，仿佛相见恨晚，感受到发现巧合的惊喜。3根筷子，我吃肥肉，浪漫就是没有后来。这些都是我编造出来的，一切的真相，都是我为了靠近你，制造出来的默契。其实那个故事是有后来的，在很多次的后来，只要经过那个广场，我都会不自主停下脚步，在那里等上一会儿。我知道要再度遇见那个小女孩的几率实在是渺茫，但我永远会记得，曾经有个小女孩，她不带着任何目的的护着我。让我真的很想牵住她的手，把她留在我身边。洛姐，明天几点下课？要不要一起去个图书馆？可以啊，我学会主动出击了。我看看。哎，我提醒你别乱动啊！你凶我？你凶我？我很可怜的，最近都没有人陪我吃饭了。这个世界为什么对单身狗的敌意这么大？我真的很难过的。这么可怜啊？那我请你吃顿夜宵吧。1个星期。你讹我呀？我正好知道有个好心的女孩叫洛枳，她应该很愿意关心单身狗，她也很愿意请我吃1个星期的饭。我想给她发微信，你看，这是她的微信，发什么呢？那个10天，成交。我们学生会年底要办校友分享会，我是协办人，来吗？好久不见，想邀请你来我们学生会年底的校友分享会，约个时间给你邀请函。分享会上有江百列，就没有我。我和百丽分手了。
喂，莫寒。是真的还是哄我？你真的和江百丽分手了？啊，我已经跟百丽说清楚了，在我心里自始至终都只有你一个人。当时和百丽在一起是我一时冲动了。莫寒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什么时候把邀请函拿来，什么时候再说吧。漂亮！哎，那要不要帮你们俩抽张塔罗牌，看看未来啊？这个主意好啊！我对不起啊，不是故意刺激你的。这是给你买的小龙虾。等抽好了牌，我会告诉你结果的。百丽，千万别做傻事啊！百丽，百丽，你还是死心吧。我们现在就结束这一切。这是你的鸭脖子橘子汽水，以后也别再见面了。你突然跟我说想吃西校门口人家小龙虾，你让我跑那么远去买，你就是为了支开我，好给你跟陈梦涵打电话，对不对？戈壁，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啊？你当初被陈梦涵拒绝的时候那么伤心，你喝多了醉倒在路边，是谁把你扛回学校的？是谁上上下下也帮你忙活学生会的事，3天3夜没有合眼？是谁一次又一次的容忍你的花心？天天盼着你浪子回头了，我还要第一个拥抱你。这些陈梦涵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现在在这里郑重给你道歉，都是我害了你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应该跟莫寒赌气答应跟你在一起。我是个渣男，是个无赖，你值得更好的男人，你知道吗？但那个人不会是我，他不是我，你懂吗？可是你说的。我们就像沙县小吃和青芳包子，永远在一起。你还说跨年的时候，我们2个要一起许愿，期待愿望成真的。百丽，你别闹了。明天早上的课我会继续帮你占位子的，你可以睡饱了再来，拜拜。江百丽，我爱的是陈梦涵，不是你。江百丽，你可以的，没事。隔壁你就是个混蛋。洛枳，都快熄灯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啊，我等百丽呢，你先睡吧。哎，百丽会不会今晚不回来了呀？她跟她男朋友感情不是挺稳定的吗？要是真的感情稳定，她就不会3天2头在寝室哭了。也对，现在这个年代啊，女生最怕遇见渣男了。就像我，永远把事业和工作当做唯一的爱人，永远忠诚，也不会失恋。哎，妮妮，我也是这么觉着的。要不然这样吧，等咱俩老了之后，就租一个房子住一块儿，也不怕病了没有人照顾。你觉得呢？认真的？认真的。好，那说定了。
哎呀，晚安，老伴儿。晚安。哎呀。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？要不要我去接你？百丽啊，你怎么这个点儿才回来呀？你手怎么这么冰？我给你倒杯热水去啊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太累了，爬不上去了。今天就睡你这儿好吗？我得赶紧睡了，要不然明天第一堂课我就没法帮隔壁占位子了。你都已经冻成这样了，你还管他上不上课呀？真没见过你这么自虐的。乐之，你说我还会遇到更好、更爱我的人吗？爱情这种东西，酸、甜、苦、辣，你通通都得尝一遍。或许更好，或许更苦，谁知道？难怪他们说，初恋是不会有结果的，太苦了。各位同学们注意了，你们今天真的非常有眼福。为什么呢？请看，这是一本普通的书，普通的书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合上它，注意了，因为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请注意不要眨眼睛，因为马上。哇，太精彩了！哎，哥哥。简直就是个人才，为呢？哎，接下来呢，更精彩的来了。这是一条丝巾，什么都没有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但是只要我把它挂在手上，这么一吹，它就会。哇！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For you， 都结束了吧？我都已经等了20多分钟了。送我这种道具玫瑰有诚意吗？你好歹在网上订999朵玫瑰，那才叫一个大气。哎，同学们都散了吧，上课了，我们上课了，上课了，走了，上课了，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了吧？圣万南特王安辩论赛，他在做什么呀？实话跟你说了吧，老生他已经有喜欢的人，你别惦记他了。
不可能，盛淮南他对我有意思，这点我不会感觉错的。你赶紧告诉我，盛淮南他现在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别跟我兜圈子了，你赶紧告诉我。我又没在他身上装什么监控器、定位器，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？张明瑞，你故意让我看你变魔术，你就是拖延我时间，你不想让我跟大家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哎，许日清，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。我们明瑞这么死心塌地的对你，哥几个看他昨天晚上练魔术练到大半夜。对啊，真的练了一晚上呢。在你心里，张明瑞是这样的人吗？明瑞，喂，你等等我。我说明瑞也是太惨了，想追的妹子喜欢老盛，哎，你说那差距太大了。对啊。听说淮南拿了辩论赛最佳辩手，我就知道他肯定行。听说淮南蝉联了辩论赛冠军，替我恭喜他。怪了，唐文他们最近好像特别关心我们学校的活动，尤其是关于老盛。该不会？我们刚刚笑了明瑞，不会一转身事情落到我们头上了吧？不行，我得给唐文打个电话。对，我也给小文打个电话。喂，小蔡，你在上课吗？哎，唐文啊，这周末我来找你啊，我给你带了厦门你喜欢吃的特产。好，不麻烦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日清，你上哪找他去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他今天没课，不在图书馆，就3食堂，你选一个吧。你到底说不说？图书馆。喂，盛淮南，你坏了我的好事儿，就是为了给自己铺路，是不是？日清，哎，想吃哈根达斯吗？我带你去吃哈根达斯，走。不去，走了，我去。盛淮南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喜欢的人不是我吗？你现在在这里跟别人成双入对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说什么呢？喜欢你的人是张明瑞，又不是我，你搞清楚点儿。你说谎！你看，我的微博里你每天都给我点赞，这就是证据。这些赞是张明瑞拿我账号去点的，不是我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个误会。我知道你喜欢他嘛，然后我拿他的微博给你点赞，我只是想让你开心而已，我没有其他的意思，你不要生我气。你还有这么丢脸？不丢脸，不丢脸，我不跟他解释就完，你不要生气。哎，日清，你为什么要说出来？我知道我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可是你为什么要说出来？你是不是兄弟啊？是你兄弟我才说的呀，你为什么老窝在我背后做一个胆小鬼呢？我没有。张明瑞，你冷静一点。如果不是盛淮南捅破这层纸，那个女孩怎么会知道你对她的好啊？如果这样你能好受点，能好好面对自己的感情，哥们这下来得值。
你真的有这么喜欢盛淮南吗？我今天特丢脸的，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你很失望吧？但就算是不是为了让你放弃他，然后接受我，我只是想让你开心一点。我想让你明白你在做什么，这样以后才不会后悔。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但他那些暗示又算什么？他的眼神，他的笑容。上次我们一起去图书馆，我睡着了，他把外套披到我身上。你们出去玩总叫上我。首先，老盛的笑容的确很容易让人误会，我不知道这是家教好还是发自内心对人的体贴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他替你披的外套是我的外套。因为我喜欢你，哪怕他不想叫你，他也会配合我叫你。你不懂，你真的爱了，你就知道了。真的爱了？我不懂。你真的当我是千年老二没有感情？我没有真心吗？好啊，那我问问你，你说你放不下老盛，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，还是你不甘心，你咽不下这口气啊？真麻烦，这段时间都没法笑了。这是重点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把你也牵扯进来。明蕊也是我的朋友，我明白他暗恋的辛苦，我也知道你是为了他好，所以才会让他认清事情的现实。有句话这样说的，幻灭是成长的开始，人总要面对自己不敢面对的感情，才会真正的长大，不是吗？要战士破相了，破就破呗。这个给你，要记得按时涂。谢谢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一会儿有空吗？带你去个地方。风景不错吧？整个四大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儿。这就跟一个充电站一样，我读书累的时候经常就会上来，看一看风景，就好像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。而且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人分享这个地方。这里确实挺适合独处的，一个人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心里头特别安静。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认识我很多年一样？去那儿看看。有一天我随手写下一个问题，没想到居然有人解答了。等等，等。这个世界有多甜，见过平凡的少年，借你的笑眼，地球转一圈，好把一辈子晕眩。别偷听我的心愿，我想它已经灵验，等无边的黑夜输给地平线，见证孤单的终点。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年，将未完的语言都实现，锁在日记手写的思念。你发作狂奔，赶来拥抱我的长街。
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答？我对西洋军事策略不太有研究。你知道那个解题的人是谁了吗？那天我在这看书，家里发生那事情，我心情不太好。但是那儿有个女孩在唱歌，然后我听到她的歌声之后，我就放松下来了，就把烦恼都忘了。那你看清他的样子了吗？但是我记得她的那个歌好像是这么唱的啊。谁的眼里何寻？你写下多少命题，让我在心中不停问自己。不过那天那个女孩唱的没有我这么糟糕，她唱的好听多了。哦，对了，百丽还跟我说让我带东西给她，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儿。那我送你回去吧，反正我也经常来，下次一起。那说好了。我明白总有些遗憾只能亏欠，但求这份旅途中将喜悦。感谢你说你很乐意去陪我抵达明趁热吃吧。谢谢啊，我没胃口。你还要在这藏多久啊？成天课也不上，只知道挂网，饭也不吃，就吃这些小零食。百丽，要不然我帮你也布置一个练功房吧，我这儿还有一些材料，1个小时准能弄完，保证跟我这儿一样舒服。谢谢你啊，我有需要会跟你说的。好办。洛枳，你就别操心我了，反正也没人在乎我。无论如何，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，抓紧一点。你别跟我说你这些什么星座命盘就是你们心理系的考试范围啊。心理测验呢也是有实验依据的。我除了玩星座八字，我还在研究罗夏墨迹测验，这是我论文要写的，我真没骗你。我呀，跟你们这些学霸不一样，我除了戈壁，也没什么别的人生需求。所以呢，怎么样都行，我只要能考过就行。生化难吧？这阿星啊，没事，你回吧回吧，我去洗澡。白天唱歌献丑了，刚下载增进唱歌技巧的视频，赶紧学吃。期待你的学吃。好了，啊，你这海报底色也太土了吧，换成粉红色怎么样？咱们这个是校友分享会，是为了邀请师哥师姐回来做就业分享，又不是什么交际舞会。难不成
你要符合你女朋友的偏好。啊，没事，我只是建议，不行算了。想和你借法导课笔记，请收一首歌当谢礼，别期待，不是我唱的。我觉得这个海报细节没问题啊，发吧。好。想借笔记得多付出点努力，请思考后回答。世界上最幸运的昆虫是什么？以你一个学生物的，应该能想到答案。是蝴蝶，因为丑毛虫变漂亮。蝴蝶的蜕变不是靠幸运，是它努力来的。正确答案是浮游。因为朝生暮死，他一生都在过生日。聊到赡养问题啊，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闻，挺有意思的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老王70多岁，因再婚的缘故被儿子拒绝赡养。那么老王就深感不爽啊，把自己的儿子告上了法庭。那么对于这种事儿来说呢，一般持2种意见。第一种意见是觉得老王，你既然已经是一个70多岁的人了，那么你不管是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日趋衰竭。那么生活上呢，你自己既然已经决定再婚了，那么你就自己应该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，儿子不用再赡养了。那么第2种，我们说的是老人依旧有婚姻自主权，那么儿子一定还是要继续赡养的。对于这2者，是吧？干嘛呢？一个个没精打采的上课呢？谁来回答？这2者应该选择哪个？我看你们都一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状态啊！我搞不好50年后这事儿都摊到你们身上。谁来回答？期末考试加0.5分啊！快点。罗芷。根据婚姻法规定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。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，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。罗芷回答得非常好。如果2050年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，可能能省一笔诉讼费。不开玩笑了，咱们话归正题啊，就是还是说这个老人的问题。那么老人的婚姻自主权是受法律保护的，这个是大家都认可的吧？就是不管他再婚还是要换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也好啊，换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关系也好，他至少和自己子女之间的这个血缘关系是没有改变的，对吧？那么所以说儿子还是要进行一定的赡养义务啊。那咱们接着看下一个例题啊，提的行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。这堂课的重点啊，抚养和赡养，回去自己再看一看。那么下堂课换你们找几个近几年来关于婚姻法的这种典型案例，然后你们一个个上台来给我讲，好吧？这堂课先到这儿，下课。我要去赶家教，就先走了。打球吧。
大，还是不错。你今天想我了吗？我今天可是特别想你。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都是咱们一起约会时候穿的衣服，然后我现在想想真是太幸福了。老大，打球啊？不打了，怕晒黑。男人还怕晒黑啊？唐文不喜欢，他喜欢白白净净的。哎，最近我都想买点护肤品了。老尚，我正想问你，你平时都用什么呀？人家老尚是天生丽质，还不忘搓个大宝呢。你学学吧你。送你了。还是老盛对我好啊！哎，我也滋润滋润。肌肉男应该不属于小鲜肉那个类型吧？就不知道了。唐文有一次问我，他如果吃胖了怎么办？我想了很久。为让他有安全感，我觉得我得有强健的臂膀，才能抱得起唐文，才能让他永远都不觉得自己胖。记下来，这个都是重点啊，好男人。刚才你走的太匆忙了，我来不及谢谢你，告诉了我原来浮游是一辈子都在过生日的幸运昆虫。换我这个读生物的出个题考考你，请以法律人的浪漫解释何为爱情。老大，打球啊？不打了，怕晒黑。男人还怕晒黑啊？唐文不喜欢，他喜欢白白净净的。哎，最近我都想买点护肤品了。肌肉男应该不属于小鲜肉那个类型吧？就不知道了。唐文有一次问我，他如果吃胖了怎么办？我想了很久。为让他有安全感，我觉得我得有强健的臂膀，才能抱得起唐文，才能让他永远都不觉得自己胖。记下来，这个都是重点啊，好男人。刚才你走的太匆忙了，我来不及谢谢你，告诉了我原来浮游是一辈子都在过生日的幸运昆虫。换我这个读生物的出个题考考你，请以法律人的浪漫解释何为爱情。爱情就像请求权，摆着不理，总有一天会因为时效到了，被对方拒绝履行义务。唯有不停地中断时效，让时间停住，才能创造永恒。哎，我发现你不仅是个妻奴，你还是个暖男。我真的很羡慕唐文，有这么坚实的臂膀可以依靠，我也想靠一下，可以吗？哎，让我试试。哎呦，干嘛呢你们？老大，这是你这肩膀这结实的臂膀，我这个臂膀是给唐文。哎，你给我下来！你要上我床是不是？下来！还闹我是吧？你说爱情就像请求权，我反对。中断时效是消极做法，以一个生物人的想法，婚姻更适合请求权的比喻。爱情是无法预测的本能。
蓝磊无人出局。张明瑞，你在干嘛呢？都仨换球了，是在保送吗？状态不好就换人。对不起，我给你道歉，我太冲动了。哎，你这过分了！我什么时候记过你仇啊？当真了？完了，完了。OK，好。谁发的？走了。哎，你根本就是喜欢洛枳，好不好？还不承认？我方认为，爱情是可以透过蛛丝马迹去预测的。凡有行为，便有动机。除去所有的不可能，剩下的就算再不可能，也是爱情的真相。卷子出来了，下面我念到名字的同学自己上来拿试卷啊！来，张明瑞，不要因为自己答的不好就不敢上来，自己答的自己得认啊！快点儿！过来。老师，你考得很差吗？倒不是说很差，这位大哥，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什么叫如果包青天来开法导课？我长得有那么黑吗？还是我脑门让马蹄子踢出个印儿来？没有，你神经病啊！还有啊，就咱们讲到这个论述题，别人都写的满篇地方都不够用，你这没写了多少？为了凑字儿，那后面6个小笑脸是什么意思呢？来，给我解释解释。写的时候开心，我就画了。下次不许画了啊！但是该说不说，你这道论述题是这样，题目以后不许再用了。但是整个过程看起来法律知识稍微有点淡薄。但是你举这个例子特别好，我建议你把这个例子好好发展一下，然后当这个期末的那个大作业的开题，是吧？好吧，好啊，好好弄啊！谢谢老师，不许再画笑脸了。陈一凡。请辩证，为何发呆要嘟嘴？李寻，你看啊，坚决反对。请辩证，出门为什么不梳头？区别大不大？是男生也这么玩，以后注意措辞。吴玉莲。
正可能提错了几个。哎，下次开题早点交给我啊。黄世晨。还是那个挂牌保护这个事儿，这挂牌保护这个事儿，回去自己再看一看啊。刘飞，我跟他不熟，你有什么要紧事儿的话，就直接跟他说吧。这刚写了多少啊？人家篇幅都不够用，你也学他呗，画6个小笑脸。你脸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别提了，回来路上被溅了一身脏水，搞得我现在又饿又冷的。先不说了，我先洗个热水澡。那你赶紧去洗洗吧。我也饿了。想吃什么？不想吃。完了，熄灯了。断电了。那，小小，你有没有热水可以用啊？我用完了。陆芷，那是怎么睡觉啊？带你去个好地方，拿好你们的家伙事儿，保持安静，跟我走。带路，走。熄灯了，时间到了，同学们该睡觉了。这谁的房间？哎，台灯还亮着，早点休息啦。熄灯，熄灯了啊！别火了。百丽，也太省了吧！你怎么能想到用饮水机的水来洗澡的？那不然你觉得我每次晚回来的时候还能洗得香喷喷、暖烘烘，怎么做到的？百丽，你也太神了，我们就没想到能拿这个洗澡。喂，快，宿舍阿姨来了，快啊！走。哎，那几个同学干嘛呢？宿舍他妈刚才那个声音简直跟催火一样，吓得我热水差点全洒了。谢谢大家，我终于可以好好洗个热水澡了。感恩的心。快去，慢点。拜拜。谢谢，拜拜，洗吧。好，任务成功，我要去练功啦，晚安。晚安。又是陌生号码。明天下午3点，咖啡厅见。校友分享会有事找你帮忙，请你一定要来。手机没电了，借用同学，盛焕然。
你好，又见面了。4点不看电影吗？会不会来不及？你该不会真的以为自己很聪明吧？怎么了？明明漏洞百出，你还真的挺有自信的。就算冒充，你也要冒充张明瑞啊，和他事先说好，也比较不容易穿帮。你是盛淮南的女朋友？不是。那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？我没有听盛淮南提起过你，但总是听张明瑞提到你。我不相信。我有没有说谎，你心里很清楚。我们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。你今天找我过来，到底想要说什么？好吧，那回到你刚才的问题，如果我是盛淮南的女朋友，你原本想要跟我说什么？你该不会想要告诉我，他其实喜欢你吧？是又怎么样？我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。如果真的爱，哪里需要什么证据？今天坐在这里的也只会是盛淮南，而不会是我。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罢了。你拼命地搜集证据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那个人，他不经意间的眼角、眉梢，都只是一场误会。你说了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让我相信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吗？我以为那天盛淮南在你面前，就已经是很明显的答案了。我不是想要劝你放弃盛淮南，因为我也不是一个懂得放弃的人。不过我们俩的差别，就在于我能够认清现实，而你却美化现实。不过，你真的比我幸运多了，至少你已经得到了答案，而我还没有获得解答的机会。为什么他不喜欢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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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瑞，这号码你知道吗？是许日清的。他约我明天下午3点咖啡厅见，我还挺意外的。罗芷，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？太丑了！以女生的观点，我想说，我比较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。哭出来，我觉得舒服多了。谢谢你没在最狼狈的时候心可没那个胆。对了，我给你发短信的第一个手机号是我的，你存下来吧。算我多事，我可以再多说几句吗？
直有一个非常温暖的男生，他愿意费尽心思的用女生喜欢的方式去陪伴着她，而且他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，只是希望她能够快乐。是谁啊？你应该比我清楚。谢谢，谢谢，你真的很厉害。我劝过许日清那么多次，没有一次劝完之后他还能说谢谢的。其实我挺心虚的，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资格劝他。这次会答应你，让你接听我们的说话，也是为了让你知道日清对你的想法，下不为例。我知道，难为你了。我也知道日清对老盛一直纠缠不清的，我都知道。但我现在还是放不下他。我也知道你刚刚说的那些话，有的是对我说的，我都收到了。理解就好，但是也别太勉强了。总之，我欠你个人情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带你出去吃，点什么都行。吃点什么？如果你想喝酒解闷儿的话，我下午没课。我没那么脆弱，我这又不是第一次被拒绝。刚刚你夸我那些话，我现在想着还有点害羞呢。我有说刚才那个人是你吗？不是吗？是吗？不是吗？是吗？是。是我。好。其实那天，当我看到盛淮南跟你从图书馆走出来，我就明白一切了。羡慕你在盛淮南面前很有骨气，而我却做不到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老天给我一个机会，在他面前说些能有尊严、很硬气的话，或者淡淡的、若无其事的说笑也好。可是我的骨气，是为了掩饰更巨大的卑微。是谁让文科学霸觉得卑微的？啊，都怪你上次一直提醒我没梳头，搞得我现在每天都要梳头，强迫症。没课？刚上完课，准备去家教。法国人说过，当两个人同时沉默的时候，就会有天使飞过。刚才是有天使飞过了吧？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我挺想听你的戒指，一起去吧。啊？我们先骑去校门口，然后再打车。上来吧。我车技很好的，不会摔着你。坐稳了吗？装好安全带。
这个世界有多甜，见过平凡的少年，借你的小眼地球转一圈，好把一辈子晕眩。别偷听我的心愿，我想它已经灵验，当无边的黑夜输给地平线，见证孤单的终点。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年，将未完的语言都实现，锁在日记手写的思念。你发自狂奔，赶来拥抱我的长街。我不管他们说多少至理名言，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志愿，就用这青春的手延散永远的约。我明白总有些遗憾无法幸免，只求这场告白不算谎言。感谢你说你很乐意去解开一切悬念。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年，也许每一步都是瓦解。如果时间问你怎么选，麻烦你的心可以偏向我的这边。我不管他们说多少至理名言，洛枳，快看快看，好美的画面啊！那个，我刚看到你跟淮南大神在一起跑步的背影，觉得画面超美的，就随手多拍了几张。哦，我刚给你也发了几张过去了。不错吧？你怎么删掉了呀？你生气了？没有，我是怕别人看到照片会误会说闲话。对不起嘛，我应该经过你的同意才拍照片的。小脸还红了呢，不生气了吧？那就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我也想你们了。你们两个啊，每天都念念叨叨说要见大哥哥。来，我给你们拍张照，给妈妈看。拍张照。张照，耶！1、2、3，再来一张。再来一个。听不听？1、2、3，我们再自拍一张吧，做鬼脸。啊，摆鬼脸。1、2、3。好了，大哥哥，你今天能陪我们玩踢足球吗？好啊。你们先进去吧，我接个电话。踢球去喽！洛洛，喂妈，我还想问你有没有按照医生的嘱咐好好休息呢？你就打来了。哎呀，妈就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你怎么才安排完复诊，现在又破费排了旅游啊？哎呀，我有兼职家教，钱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你就安心跟舅妈出去玩啊。妈知道你孝顺，
但是真别乱花这钱了，钱你自个儿留着呀。这个钱可是退不了的。你呢就开开心心的，知道了吗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上课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先去忙。拜拜。有这么好笑吗？没想到大神也有当小猪的一天。也不知道今天是哪个猪队友拖后腿。那可不一样，我是体育渣，这事儿谁都知道，但是没有人看到过你被捉弄的一面。小猪，盛淮南。那你以后一定也能看到我更多不一样的一面，我保证。刚才在别墅的时候呢，你耍赖，没有履行承诺。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马上学一声猫叫，要么跟我走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我从小就没玩过这么幼稚的游戏。要不，你先示范一遍怎么叫？你这是想骗我先装可爱吧？哎，这下我们都扯平了。你要是不示范就拉倒，看有谁挺得久。反正我也不是3岁小孩了，你照着做，难不成你能吃了我？那我走了。喵。不错啊，教得很好嘛。哎，展元，大伙给你庆生，你喜欢哪家？展言，那不是你前男友盛淮南吗？为什么他这么开心的笑，从来没让我见过？Visit someone at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.以为背了个约定的单词就真的会有约吗？要不要给他发个信息？可是该说什么呀？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交往了，我就带你来看看这个暗恋的证据。我叔叔在鼓浪屿盘了一家酒吧，开业让我去看看，捧个场，一起去吧。都有谁？
太直接了。什么都有谁？你还想有谁啊？我真的很怀念你这阵子万事不上心的态度。哎呀，还有最后一个腮红了，来笑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宿舍真的跟别的宿舍太不一样了，别的宿舍全都是些什么衣服啊、化妆品的，我们宿舍全都是书，搞得就像我是什么美容天后一样。那请美容大王手下留情，别给我化个大浓妆，要不然一会儿出门别人都以为我要去参加选秀了。哎呦，你自己看一看，这妆浓吗？一点都不浓。再说了，今天是我们洛枳跟盛淮南第一次正式约会的大好日子，你信我就行啦。我看看，美吗？来，我来换衣服。来，看这个，太淑女了。这个短裙呢？我们看看我的衣服。这个裙子怎么样？穿这个吧，这个短裤性感。来，我觉得配这个不错，看看。啊，好看！哎，这很好看。气质满点，看得我都想咬一口了。保护好自己啊，我怕他没定力。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都说恋爱中的女生是最美的，果不其然，只可惜这个人不再是我了。怎么了？刚才不都好好的吗？没有啦，我就是有一种嫁女儿的感觉，姨母般的惆怅。哎，我这才第一次约会，离结婚还远着呢。姨母，你就别瞎操心了啊。好，姨母不操心，姨母放心。时间是不是快到了？那你要出门了，来，把包拿上，走，加油！你别忘了吃饭啊。好，祝你情定鼓浪屿。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年，也许每一步都是瓦解。如果时间问你怎么选，麻烦你的心可以偏向我的这边。我不管他们说多少至理名言，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志愿，就用这青春的手掩散永远的夜。我明白总有些遗憾无法幸免，只求这场告白不算谎言。感谢你说你很乐意去解开一切悬念。喂，喂，你该不会告诉我你要爽约吧？我遇到了一个大麻烦，怎么了？难以启齿。别卖关子，直接说嘛。我迷路了。迷路了？有这么好笑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没想到你堂堂一个文科的大学霸，会在这种小巷子里迷路。那你怎么不看导航呢？我就是跟着导航走的，我现在已经关了。那这样吧，你看一下你旁边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物，告诉我。转角遇到爱。
什么？就是一个船屋的名字叫转角遇到爱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你现在面对船屋有2条路，一条往上，一条往下。你往下走，下一个转角你就能遇到我了。嗯，好的。嘿，没想到看着导航还能迷路。你这个文科学霸，看来除了体育之外，还有第2个致迷弱点。都是地图太不精细，才害我迷路的。行，都怪地图。那我下次给你买个那种防走失的手环，儿童用的，这样我一下子就能找到你了。跟着这个淮南牌的导航，保证你永远不迷路。前方20米左转。快开口说点什么呀！别让他觉得你是个无聊的人。先聊天气，还是先问兴趣？不对，他的兴趣我明明都知道了，还能问什么呀？挺好看的。嗯，是啊，这里风景挺美的。我说你。知道。我有件衣服跟你这个挺像的，早知道我就一起穿过来了。那就正好是。这是什么？正好是2件衣服。快开口说点什么呀！别让他觉得你是个无聊的人。先聊天气，还是先问兴趣？不对，他的兴趣我明明都知道了，还能问什么呀？挺好看的。嗯，是啊，这里风景挺美的。我说你。知道。我有件衣服跟你这个挺像的，早知道我就一起穿过来了。那就正好是。这是什么？正好是2件衣服。你怎么突然飞回来了？啊？今天没课呀？该不会是想念以前的美好旧时光，想跟我一块回来混日子了吧？展颜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自己看吧。我要结婚了，爸想了很久，还是决定这么做。这是爸爸的人生，希望你能体谅。叔叔都多大了，还二婚啊？其实我昨天半夜就回来了，但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爸居然怕我回来拦着他，
连家都不敢出，你说可不可笑？当初就是因为他在外面拈花惹草，害死了我妈。他现在还有脸让我体谅他？体谅，说得好听，他连当面要我去体谅都不敢，就逃了。你说怎么会有这么窝囊的男人呢？说到底，我为什么要体谅他？我凭什么要体谅他？我体谅他，那谁来体谅我这些年承受的痛苦啊？展颜，展颜，挺多人看着呢，跟我去画室说吧，好不好？其实我很好奇啊，为什么你偏要踩在这个十字中间呢？小的时候，我跟我妈一起去嘉义市场给别人扛包送货，我妈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费力地跟着，腿很酸。我妈为了让我忘记酸痛，就告诉我，你每走一步都把脚踩在地砖中间的十字上。于是我就照做了，很快就忘记了酸痛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路的尽头。所以你就形成了习惯，像做游戏一样遵守规则。希望下次那个告诉你怎么样才能不痛的人，会是我。喂，芷静。展颜出事了，非要你回振华一趟。展颜？他怎么了？行。回去吧。对不起啊，今天的鼓浪屿之旅，我一定给你补回来。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是不是我跟你一起去，让你尴尬了？不是啊，水晶太紧张，也一直说不清楚，只是一直让我回振华。我想，你也是女生，口才要比我好，有你一起的话，应该会更好。我刚其实担心的是，路程太远了，你明天赶不回来，会影响你上课。课业我倒是不担心，我担心的是，盛淮南，我知道你应该正跟洛枳在一块儿，但这情况只有你能处理，我真没主意了，请你念在过去跟展颜男女朋友一场，尽快回来吧。我担心的是，你又会因为展颜或者其他原因，毫无理由地放开我的手，再度相识。所以这次，我决定勇敢点，跟好你这个导航，暗恋的心就不会迷路了吧。
芷怎么？你电话里又没说清楚，我觉得洛芷也能帮上忙，就带她过来了。不是我不信任洛芷，是展颜指明要淮南一个人来，他才肯开门。放心，我会看情况回避的。能不能说明白展颜他到底怎么了？原本这个点我正在画室练画，展颜突然跑来找我，说了一些家里的事儿。他趁着我拿东西的时候就把门给反锁了，我怎么打电话怎么砸门他都不理我，我就只能听见他在里面边哭边砸东西。我实在没有辙了，不得已才给你打的电话。展颜以前是不是也出过类似的状况？谁跟你说的呀？是不是张冕？淮南来了吗？展颜，是我。你能把门打开吗？只能你一个人进来。嗯。淮南，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展颜，你先把手里刮刀给我。前几天我过生日，你都忘了跟我说生日快乐。淮南，是不是只要我乖，你就不会离开我，会一直陪着我，温柔地对我笑？乖。放手。展颜，你没事吧？你没受伤吧？啊？你为什么要带洛芷来？啊，淮南，我求求你，我以后什么都会听你的。我求求你，以后不要抛弃我，别跟别人走，行不行？求求你。展颜，你冷静点。洛芷她是来帮忙的，她没有恶意。伤害他！明明知道我很爱你，为什么要伤害我？为什么要这么残忍？为什么？展颜，展颜，送医院。有事情你们再叫我。嗯。咱们出去聊一下吧。我也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。展颜好些了吗？情绪稳定了，已经睡着了。他没事就好。反正你也跟到这儿了，那你就跟淮南一起听吧。走吧。
你是不是从张敏那边听说过展颜以前发生的事情？张敏也没多跟我说什么，他只是跟我说，展颜跟平时大家看到的不太一样，让我别太接近他。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你从高中到现在，一直对我跟展颜都这么冷淡，是吗？我只是不太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而已。水晶啊，我记得展颜之前跟我交往的时候，是一个很乐观、很外向的人。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，会让他有这么大变化？展颜目睹了他妈妈的自杀，那是我们刚上高2的时候。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什么同学知道，大家只看得到他乐观开朗的一面，但他笑得有多开心，心里的阴影就有多沉重。你手上怎么没带着小白花呀？其实，你的心情我特能理解，我也经历过。我妈妈就是得忧郁症自杀的，但是有很多同学嘲笑我妈妈是疯子。一开始我也很难过啊。可是后来，我找朋友多哭诉几次就好多啦。所以啊，你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，也可以找我多聊聊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不是展颜，我俩虽然没什么交情，但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俩还是有很多共鸣的嘛。我说这些对你没什么恶意啊，你别误会。我妈不是疯子，她不是神经病，我是叶展颜，我才不会跟我妈一样懦弱，我才不会像我妈一样。你别误会嘛，我给你放这儿了啊，我先走了。展颜，展颜，我们去包扎好不好？啊？水晶啊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啊？什么脑子有问题啊？大人们的事儿都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，那是他们的人生，跟我们无关。我现在只知道我好闺蜜的手受伤了。水晶，那你答应我，你不会离开我的，好吗？行，祖宗，你说什么都行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但是我们现在先去医务室，好不好？啊？听话啊，走，走，走。这些事情，我都从没听展颜提起过。展颜他一直在用比别人多10倍的能量在活着，无论是学习还是玩乐，都要到所有人都精疲力尽了，他才肯宣布散会。然后回到家就睡死在床上。
可是这就是展颜啊，他只给大家展现他最美好的一面，而且只要是他想要的，除非他想开口拒绝，否则不允许任何人先说 no。淮南还在吗？我想见他。盛淮南，展颜一直希望你放下身段和别扭跟他复合，我不相信你看不出来，展颜他现在真的很需要你。你去陪展颜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洛枳，你等一下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你是觉得我们在演戏是吗？洛枳，我原先以为你只是骄傲而已，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冷血。你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的伤疤呀？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并没有嘲笑谁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背负的过去，就算全世界都陪着你，过不去的还是过不去，别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。可下一个路口，你还是要靠自己。最后能战胜心魔的也只有自己，与旁人无关。不许哭，有什么好哭的？是你自己亲手把他推开的，要是哭，你就输了。喂，洛枳，你的约会约的怎么样了？你玩的差不多，是不是该回来了？哦，对了，那个你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个麻辣鸭脖子吧，我今天不想出门了。抱歉啊，我可能没办法给你带鸭脖子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打算夜不归宿？那可不行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不允许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盛淮南又欺负你了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哈尔滨。哈尔滨？是什么新开的溜冰场还是 KTV 吗？都不是，我回家了。我是跟盛淮南一起回来的。只不过，我觉得，我不管再怎么处心积虑的接近他，到最后还是全盘皆输。你好好休息，别胡思乱想。我需要你陪着我，哪儿都别去，就在这儿。你不是需要我，你是需要放过你自己。水晶都跟我说了，总之，以后不要用任何方式去伤害你自己了。我们都长大了，需要用大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淮南，这些话都是洛枳教你的吧？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那是因为以前，在你跟在别人面前，我都只能硬撑着，因为我想伪装出一副完美的外壳给你们看。但是洛枳，
他总能一句话就刺破我的面具。所以从现在起，我也想要做一个更真实的自己。不是那个什么，我捋一下，我没太懂，你是说盛淮南把你骗回老家了？没有，他没有骗我，是我自己跟他回来了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又把你给弄丢了？他没有弄丢我，不过我认为差不多意思。那你还等什么？你赶紧买票回来呀！你等着啊，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给那个姓申的，我把他臭骂一顿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想到哈尔滨去把你给捡回来，但是我最近手头紧，都怪我给哥们买太多东西了。我现在，哎，我现在好像只剩下那么几百块钱，我也不够买那机票的。不得不说，江百丽，这个时候听到你的声音真好。少女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抒情？哎，你还没买票吧？那个，我给你看一下时刻表啊。不用麻烦了，我今天先回家住一晚，明早就回去。拜拜。哎，多指。这都啥呀？洛姐啊，洛姐，输完液了。盛淮南呢？没留下来吗？他去找洛枳了。但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，说的就是标准的男人。哎，这个盛淮南也真是的啊，被洛枳吃得死死的，就连留下来陪你照顾一晚上都不愿意。这种人你别跟他耗了，不值得。我给你买了粥，你喝点吧。我不饿，先放那儿吧。这一瓶总行了吧？啊，从高中到现在，每次你生病，什么药什么粥都抵不上它。水晶，我没有告诉过你吧？为什么我那么在意淮南给的可乐？我就记得你以前只跟我说过，每次盛淮南教你数学的时候，都会习惯性给你带一瓶。你还记得我跟张敏闹不愉快那次，我把自己手弄伤了吗？哦，本来因为我爸的关系，我对男人都是抱着厌恶的态度，连正眼都懒得瞧。是盛淮南的出现，改变了我。没事吧？慢点。等一下。医生，我朋友打车把脚崴了，麻烦你看一下他骨有没有错位。这么不小心。这骨头没什么事儿，我去拿点药吧。谢谢啊。干嘛？不是，医生都说没什么事了，你在装什么可怜？我看看。
感情疼的不是你是吧？你知道刚才那一下多疼吗？啊！我好心把你扶过来，你还推我，那你一会儿自己走回去吧。哎，别啊！大圣，圣哥，何必跟一个受伤人一般计较呢？坐。错了没有？错了，坐啊！能不能安静点？这还有人呢。对不起啊，我朋友打球把脚崴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对不起啊，我朋友打球把脚崴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无意间的一个小举动，却给了我一份久违的温暖，一份不含怜悯、同情的尊重。好像那些不愉快，都随着那几声打嗝，一吐为尽了。水，不用，我有。帮我送过去。好。老谭，谢谢。没事。怎么学都考不好，看来我只能选文了。哎，洛枳，你选的文科理科？我还没想好。哎呀，洛枳就不用愁了，他文科理科都那么强。沈岩，你搜集瓶盖干什么？盛淮南每次打完篮球来听他教我数学的时候，都会给我一瓶可乐，我喝完就把瓶盖留下了，当做像日记一样的记录吧。
因为他，我这几次的数学成绩提升了不少呢。啊，我也想让上淮南教我学数学啊。那行，我帮你问问淮南，看他愿意不？太好了。提了多少个呀？你别碰我的平板，小气鬼！哎，你们俩快点儿，快点儿，磨磨唧唧的。啊，别看了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不管我复习那么多次，我怎么就是赢不过洛枳？哎呀，借过一下。哟，那庆祝一下。好啊，走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认定淮南是可以带我走出过去的人。但是从高中到现在，永远都有一个人挡在我们中间。是啊，谁知道从高中那会儿只顾着看书的洛枳，会成为你最大的竞争者呢？我就是不甘心。明明是淮南先招惹的我，洛枳什么都没做，凭什么就能让淮南变心？是你太傻了，你把所有的心思都栽在他身上了。你怎么了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？不用回去陪展颜吗？是你陪我回来的，我也不肯让你孤零零回去啊。哦，带上吧。那，你一只，我一只。这儿风景挺好的，逛逛。走吧。拜托您了，您这一点小意思，您别客气了。你说一下。别客气啊，家里盛夫人，您说一下，真的。不好意思，盛夫人，拜托您了，求您跟盛先生说说吧。不是你这干嘛呢？这大过年的，这不是让邻居笑话我们家吗？孩子他爸虽然这么做好像有点对不起你，但是佑了为了这个家忍耐辛苦了这么久，是我不中用，一直没让孩子过上好日子。现在我实在不忍心打断孩子的美梦了。喂，你人现在哪里啊？美术教室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？没事儿啊，我没创作好，失控了。你不会是下了班特意还过去看了我一眼，顺便帮我收拾了吧？听你说话的语气，应该没有大碍。那我先挂了。我人在医院。喂，水静，喂。
水晶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洛枳？我跟洛阳之间可能也就这样了吧。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人在坚持，洛阳从来不正视他的感情。但我跟你一样，我不甘心，不死心。我想看他开心，想看他笑，希望他继续创作，和我一起走下去。我不想跟洛枳说了，没意思。水晶，你去见他吧，不用管我了。我给我爸发消息了，他应该一会儿就会来接我。呀，你在呀？我一跳你！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啊，我有个同学住院了，所以我就临时赶回来看他。我明天一早还得回去呢。妈，你快坐下来，坐下来尝一尝我的手艺有没有进步。来，锅关了关了。都会自己煮面条。怎么样？味儿还行。哦，我搁辣椒。展燕爸爸接她回家了，应该没事儿，别担心，早点休息，明早一起回厦门。明早见。辣椒来了。干嘛？我知道你有很久没有见到你女儿了。来来来，尽管看，免费。瞧我闺女长得多好。呀，你在呀？我一跳你！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啊，我有个同学住院了，所以我就临时赶回来看他。我明天一早还得回去呢。妈，你快坐下来，坐下来尝一尝我的手艺有没有进步。来，锅关了关了。都会自己煮面条。怎么样？味儿还行。哦，我搁辣椒。展燕爸爸接她回家了，应该没事儿，别担心，早点休息，明早一起回厦门。明早见。辣椒来了。干嘛？我知道你有很久没有见到你女儿了。来来来，尽管看，免费。瞧我闺女长得多好。妈最近啊，老想起你小时候的事儿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你爸刚走那会儿，
我带你参加过一个教堂婚礼。当年我们娘俩走投无路，没有人愿意帮我们，这让我心里很生气。后来在那个婚礼上，我就把被盛家拒绝的气都撒在你身上，我气得还把你给吓哭了，让你不准再接近他们家的孩子。现在想想，我很后悔，因为当年我的偏见让你拘束了。其实以后的路啊，你的人生还是要靠你自己去走，不要再去想以前的事情，要往前看，不要再回头。妈，我知道你这些年受的苦，我不怨你，也不怪你。但是这些话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谢谢妈。快吃吧，不然面都坨了。这放了辣椒，哎呦喂！这个好吃，给你吃。你是不知道，看到美术教室里一片狼藉，然后说你在医院，我还真以为你受伤了。结果倒好，害得害你怎么了？教室里损坏的画板还有染料，我会赔给学校的。但是你之后要在外面找一间画室继续练习，暂时不能回振华。你就这么不待见我？快吃吧，都凉了。有时候吧，我就特别希望自己身上有那些家族恩怨、人伦悲剧什么的，总之就是惨一些，更辛苦一点，这样或许就能招惹一些你的同情。你又胡说什么呢？我呀，不是什么伟大的艺术家，也没有那些曲折离奇的悲惨故事。我就光现在这么一个重考，就让我们家那俩是公务员的父母差点就要跟我断绝亲子关系了。我知道了，我自己会去外面找画室的。要是一时找不到，你也别着急，到时候跟我说就是了。今天你真的没受伤吧？改一改你的脾气，以后控制点自己的情绪，不要老是这样子了。我知道了。今天经历了这么些事，我也没有力气耍花招了，我保证会乖乖的。我刚说这个好吃，给你吃一个。你不会又耍我吧？好吃吧？刘伟静，你是放了多少胡椒？这是想喝水啊？好，你帮我收拾画室，我给你救命之水。大家扯平了啊。你气呼呼的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因为我想伪装出一副完美的外壳给你们看，但是洛枳，他总能一句话就刺破我的面具，所以从现在起，
我也想要做一个更真实的自己。更真实的自己，说的倒容易，成就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到底哪张脸才是我自己的。我只知道，不管过了多久，会痛的，还是会痛，一点都忍不了，也放不下，更不会原谅。赶上今天那门课了？赶上了，而且我就猜到你一下课肯定会来图书馆加强进度，我当然也不能输了。所以你那叠就故意比我这叠摞得高？不是故意的，巧合。再弄法导课笔记。我刚弄好，你要吗？还有思修课的，一起打包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再看大神学霸的位子，大二就要宣告让位，也不太光彩。看完了吗？我没看你，我看书。我是说，书看完了吗？看完了，那吃饭。百丽，百丽，洛枳，你回来啦？啊，看到你没事就好。你怎么也不先回宿舍找我？我一回来就着急去上课了。哎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有没有好好吃饭？哦，你别管我了，我们回宿舍再聊啊。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一起吃吧。我都打包了。还一起吧。走。哎，看看这是谁呀？啊，老盛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回来先不找我，先去图书馆找洛枳啊？怎么回事啊？现实必然，我有好几科文科得靠洛枳。是吗？是吗？谁啊？
让开。哼。哎，那边位置的确比较空，空气也清新，那我就过去了。慢慢吃。身体还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关心。哎呀，我吃饱了，你吃饱了吗，洛枳？走吧，咱们。洛枳，不要着急走。我要说的事情，关乎淮南的未来，你应该也想知道吧？行，你说吧。4大学生创投比赛要开始了，我帮你拿了报名表。以你盛淮南的实力，首奖非你莫属。这才大2呢，就搞什么创业工作的，也太早了吧？对于没有目标的人来说，无论活到几岁，追求的只是一口饭的温饱。但对于有实力的人来说，追求在20岁之前让全世界看到自己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学生创投，绝对是最好的舞台之一。感觉你说的没错，创投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才能创意，创造出非盈利的点子，服务于更多人。可是这几年，创投首奖的点子都已经被高价买断，或是企业团队延揽成为企业合伙人，充其量只不过是提前成为大企业的雇佣罢了。洛枳说的没错，这几年拿首奖的人确实都被大企业揽去。但也不可否认，这个比赛确实对未来有帮助。首奖不一定非要卖点子，自行创业也是挺好的。淮南，你信我一次，我相信，不管是雇佣还是自行创业，你都是最闪亮、最出众的那个。当然，还得加上我的外语能力，一定能为你的团队加分。对于日后拓展海外事业或者天使投资人，都能帮得上忙。淮南愿不愿意参赛是他的个人意愿，别人不需要左右他的思想。我想淮南应该早就知道这个比赛，心里也已经有谱了。确实啊，教授那边其实早就告诉我有这个比赛了，而且我也在考虑当中。那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这次创投评委对演示文稿的细节和外语书写特别重视，那这个部分我就先包了。什么时候第一次开会再通知我吧。那我先走了。什么人呢？这是自己聊完话先跑了，就逼的人跟他一块干。你还是少说两句。闹胜利出手就知有没有，早说呀！啊，我加入你们，我给你当助手怎么样？有想法了吗？有啊，透露一下。有兴趣加入这个团队吗？保证让你这个文科学霸发挥所长。你先提概念，我再决定。人都齐了，那我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咱们这个创投比赛的比赛项目。还有我呢。可以开始了。儿童防走失 APP， 这是？没想到看着导航还能迷路，你这个文科学霸看来除了体育之外，还有第二个致命弱点。
都是地图太不精细，才害我迷路的。行啊，都怪地图。那我下次给你买个那种防走失的手环，儿童用的，这样我一下子就能找到你。跟着这个淮南牌的导航，保证你永远不迷路。前方20米左转。等一下，儿童为什么会设定给儿童呢？淮南，以你的才能，应该发展更大的项目才对啊。咱们目前呢，时间跟经费都有限，这个防儿童走失 APP 呢，是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最佳方案。而且等这个项目做的成功以后，咱们再去扩大这个使用范围，这个也不迟。这款 APP 它的核心理念就是，随时随地用爱，守护在你爱的人身边。哦，这么温暖呢。或许你说的这个终极版，可以成为你毕业后创立的首发 APP。那咱们这个 APP 呢，它的特点就是这个，它可以跟商场里面的监控系统、服务台，还有安保系统产生联动。这样的话呢，即使你在逛商场的时候，小孩即使走丢了，他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，知道他的孩子到底在哪。哦，这就是一个小孩逛的有趣，妈妈买的开心的概念。果然是淮南，一出手就拿手奖的架势。真想赶紧生个孩子呀，这样我就可以用这手环了。你可别跟我争啊！要生也是我先生吧？你别不需要为了这个手环单独生个孩子吧？你们想用的话，现在也可以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又不是小孩子。你是不是当我们是弱智呢？不是当你们是弱智，是当你们是弱智，是不是啊，弱智？哎，发青，冷静！我也是弱智，好不好？坐下，冷静。怎么样？我加入。我加入，我也加入，加入。我也加入。哎，听说没？盛淮南要参加创投比赛了。对呀，我刚也在极客上看见有人爆料了。走，我们去看一看。走吧。你看，盛淮南参加创投了。盛淮南。重大新闻！别打了！看！重大新闻！哎，赶紧看！盛淮南参加创投比赛。盛淮南要参加创投比赛了。校园创投立意很美好，是给没背景、没资源的学生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，却无奈有人投胎天赋已经满点，却还来抢属于我们穷困生的名额。只能说社会是公平的，但是有些人生来却比其他人更公平。师哥呀，你这帖子发的真是才华横溢，振聋发聩，引人深省啊！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，读永乐师兄创投帖不哭者不帅啊！行了，你们就别瞎吹捧了，我是真的有感而发。咱们跟着钱教授下乡搞研究，好不容易有点眉目了，还指望着创投能拿个好名额呢。对呀，哎，这创投奖金可以贴补研究经费呀。得名比奖金重要吧？或许能申请国家开发的奖项，拿到更多的经费。盛淮南一参赛呀，这各种的资源肯定倾斜，别说国家级别的奖项，就连咱学校自己的，肯定也得缩水。
没辙呀，咱们再努力也比不上人盛华南在报名表上签个名。不过，要是有人执意要拦咱们的路，咱们也不能让他在协生会好过。温室化一定要智能，而且云端服务器一定要。师哥，你觉得咱们这个程序构架上还有什么问题？我觉得是在某些极端气候下，混乱气应该会死机的现象。你说这也是，死机现象一定要解决好，而且后面你看解决好，如果死机的话，那一切就师兄，师兄，哟，这不是盛大少吗？您干嘛来了？不是要讨论校友分享会的细节吗？哦，哎呦，淮南现在还有功夫管我们学生会这摊小事呢哈，这应该是忙着去抢创投首奖了呀，对吧？这未来的硅谷大神，我们学生会这座小面哪容得下？原来永乐师兄也报名参加创投比赛啊？那你就更不应该花时间跟淮南在这置气了。你应该好好想想，怎么样争取第2名。10万元奖金可不少，还一样能参加创投营的训练，认识许多企业主。我们呢都是小土鳖啊，为了找到好的工作，才需要创投得奖的履历啊。淮南应该回家继承家业，对吧？就在公司好好等着我们来面试，啊！非和乞丐抢着丐帮帮主的位子，你不是吃饱撑的？自己没本事，就不要怪别人有能耐。创投比赛是比才能的，淮南的团队组成，包括我在内，都是一时之选。第1流的团队，全师大也只有淮南才能组得出来。就才能而言，师兄觉得有胜算吗？你要是自知打不过，就早点另寻出路，不用浪费时间在这自怨自艾的呀。对，老郑设计这个呢，不是为了什么名利，也不是为了什么履历，纯粹就是为了从生活出发，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嘛，对吧？这才是大学生创投的初衷嘛，不是吗？大家都是学生，各凭本事嘛。老师他可以评爹啊，他骄傲了吗？没有吧？今天还讨论校友分享会的名单吗？这样吧，既然淮南这么在意，不如让你老爸亲自来。哎，我听说你老爸也是4大毕业的吧？让你老爸直接来当校友分享会的主持人，哎，那咱们就不用在这儿开会。哎，师哥的这个想法好啊，就是。不讨论的话，先走。不送。老盛，淮南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！你组队参赛，怎么不跟哥们儿说一声？我也想出一份力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戈壁不是一向是把生命放在美好事物上的享乐派吗？怎么对创业感兴趣了？哎，人总是要成长的嘛。我爸说了，希望我在学校期间呢，多争取一些漂亮的履历，将来在董事会呢才说得上话嘛。淮南，以你的实力拿首奖绝对没问题，我100%相信你。不管你以后开发什么项目，搞什么调研，尽管找我叫自己，我要占一份大股。真的假的？传说当中的土豪现身，一言不合就要掏钱。如果你想好好参与团队研发，我们可以聊一下。知道我不是今天搞科研的料。这个呢，是我爸留给我的办公室，地儿挺大，挺舒服的。创投开发期间，任你们使用。谢乔伊，不必了。谢了，戈壁，够意思。看好你哦。我也看好你哦，太有眼光了。淮南，不拿白不拿，我们总要有工作的地方吧？总不能以后开会，大家都挤在咖啡厅小包厢，难不成
还要找网吧熬夜呀。本来呢，学生会办公室我们可以用，但是现在我们和陈永乐闹掰了，同处一室，气氛会很怪。反正你就好好搞你的科研开发，剩下的事情放心交给我，不用你操心，相信我好吗？上课去。南师弟，我擅长规避，你这样，你团队带我一个。我知道展颜也在你团队，我跟他熟，你哪怕让师兄打个杂也行啊。哎，我看过永乐师兄的做法，我愿意帮你做事，我会 SQL。放开他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？起个！你们两个有什么资格呀 ？VB， 你是小学生吗 ？SQL， 你什么等级的证书啊？你们两个别翻了几页书就在这骗吃骗喝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的团队呢已经组完了，没有要招人的打算，抱歉。哎，淮南，你干嘛？沈淮南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我？是不是我一直不放弃，一直跟你告白，所以你根本就觉得我特别的烦，所以你根本不想跟我一队？四大每个同学都有参加创投比赛的权利，如果你有好的项目，你可以自己参加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们继续讲法律方法。今天呢，我想讲一小段的体系解释。所谓体系解释吧，就是说对某一个法律条文、某一个句子，或者说某一个段落的理解，要跟它整个法律体系的其他部分的意思要相协调。如果说出现了严重的冲突，或者形成了逻辑的错误了，那么这个时候，就要按照它的很多人都觉得淮南他不该来参加比赛，占据资源。你说跟他不熟的人就算了，刚在学生会的时候，跟他很熟的那个师兄永乐也对他冷嘲热讽。要不是叶展颜在站得住，我估计啊，这更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了。我真的是觉得。先别说了，认真听课。行人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的，那么撞了白撞。实际上原话是。不是撞了白撞，是机动车没有违章的不负责任。那么这个规定出来以后呢，我们的记者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个撞了岂不是白撞啦？于是好球！行了，休息会儿吧，100个球了，你不累啊？啊？那你休息会儿。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，根本就不用去听那些流言蜚语，活这么累干嘛呀？搞不懂呢。明瑞，哎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我刚过来。啊。明瑞，听说淮南参加了学生创投比赛，你也是成员吧？啊，我是。我看叶展颜在网上帖子上说，你们的成员要入住高档写字楼，可享受了。你帮我在里面也安插一个位置。我们团已经招齐人了，满了。所以我才来找你，让你帮我跟他说嘛。你说不说？那我自己找。不。老盛他在想创意呢，不要打扰他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吃冰淇淋好不好？你等我一下。EQ 吗？这样。你来的正好。老盛了，他一个人挥棒挥了1个多小时了，我扔球扔的手都快起茧子了。这样，我们交个班。乐之，我记得你也是创投成员。没事，你快去吧，快去，我们吃冰淇淋。
10秒。开动！天气冷的时候，吃上这么一碗热腾腾的面，还挺有暖胃的。那也得有人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又正好给你烧来才成。那现在呢，我有一碗暖胃的面条，还有一个暖心的朋友，这个时候要是来上一碗热腾腾的心灵鸡汤，就完美了。就算是舌灿莲花的律师，也没办法天天给你煲鸡汤。这样下去，要按钟点收费。每当我有朋友陷入低潮的时候，我都不会去问为什么，就像我不会去问你还好吗，因为我知道这不切实际，到了最后，还是得靠自己走出来。果然是未来的律师啊，能理性分析。记得展言情绪失控那会儿，我在病房里就借用你的话去安慰他。你看他现在恢复得多好，果然带你回去是没错的。这才是像样的开会风格嘛！要我跟一帮宅男挤在咖啡厅小包厢研发应用程序，肯定得闷死。喂，为什么这么快就回学校啊？你知道的，我不是山上等待的人。既然淮南的心靠向洛枳，那我就想办法跟他绑在一起。行的，我等着看好戏。盛淮南，你能轻易的要我放下，是因为你不知道，我过去那些悲惨的故事，也跟你有关。所以呢，现在咱们这个防儿童走失 APP 的概念有了。现在当务之急呢，就要赶紧的去执行测试，这样才会有说服力。现在是数据时代，只有数据能够代表一切，而不是纸上谈兵。简单来说呢，咱们现在需要去买一台网络监控录像机，架设好中央监控管理系统，然后把 APP 给编写好，这样就可以进行测试了。买录像机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买那种带有 P2P 云服务的，这样就可以手机远程操控。那我先去查一下相关方面的知识产权登记情况，再找出我们可以申请的项目。巧了，我正好想请你帮忙呢，那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。歌迷出手真大，这也太高级了吧！这墙上都发光呢，啊！看来看去还是戈壁这儿好啊！天哪，这么大的屏幕啊！哎，这沙发很贵吧？啊？别转了，是吧？转坏了赔不起。赞，我没事儿，戈壁需要我们的研究成果，他不会心疼的。不会心疼的。哎，我觉得这儿特别有灵感，一坐什么都能想得起来。
这儿呢只是咱们借用的一个工作场所，大家别把这儿当自己家了。哎，赶紧收拾一下，开始工作了。哦。周晨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这份英语产业分析作业怎么样啊？我用的统计图表会不会不够专业？你用折线图来呈现，这思路是对的，不过还有很多其他办法。要不你把文档发给我，我帮你建立一个模型，应付你的英语作业足够了。行，好，我现在发给你啊。你认真起来挺严肃啊，笑一个呗，那样你会更好看。展颜，展颜，送你个礼物。上次你过生日啊，礼物准备太仓促，这回啊，我特意给你选了一个，你看看，喜不喜欢？我不缺珠宝首饰，我要的是独一无二的收藏。再说，我生日都过了，你还送礼物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我们今天是来学习的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啊，这挺好吃啊。总结一下咱们现在的进度啊，我们的儿童防走失 APP 呢，是专门为商场或者游乐园之类的以亲子客群为主体的场所去使用的。无论小孩走到哪儿，都能够及时的跟监控器做连接回报，这样呢就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他们的家长或者附近的工作人员。那么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呢，就是完成手环内 APP 的编写，架设好中央监控系统，然后尽快的去做户外跟室内的测试。老师啊，户外测试容易，但室内我们得奖之前谁会给我们测啊？对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小孩我们去哪儿找啊？总不能让我跟老大扮成小孩亲自上场吧？这个可以啊。但是我觉得室内测试难，我们还是得做呀，这样做出来的数据才有信服力。我已经跟朱妍姐说过了，她同意我们在别墅里架设摄影机，小区的保安也表示没问题。Jack 和蒂芙尼也很乐意帮忙，我们只要把手环送过去就可以了。你怎么总能提前想到我想要做的事情？跟这个老是会错我意的张明瑞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可是你的大宝啊！你不是啊，我的在宿舍呢，不是吗？是宝贝没错。不是。我们儿童防走失 APP 的标语就是Baby Guard， 宝贝守护者。宝贝您的宝贝，让商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宝贝们的保姆。果然是文科学霸。Guard 呢有守护还有跟随的意思，这个也是咱们这个项目的核心精神。开工！开工！开工！保安大哥，你能帮我把门打开一下吗？你找哪位啊？哦，我跟楼上15楼的涉淮南是一个团队的。